大家好，我是准时更新从来不割的星辰。2024年7月22日，美国众议院内一场举世瞩目的听证会正在紧张上演，主角正是几天前因特朗普遇刺案被质疑严重失职的特勤局长齐特尔。在近5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原本水火不容的两党老爷炮口一致，就枪手如何在特工眼皮子底下登上董王集会附近的屋顶，民众发现可疑后举报为何被置之不理等疑点口诛笔伐。在一片声讨声中局长大姐呢却面不改色打起了太极。别问，问就是套路3连，正在调查，我不确定，必须等60天后的调查报告，甚至连刺杀案的详细时间表、现场特工名单也无法提供。在毫无营养的一问一答中被折磨到破防的议员们要求的回答 yes or no， 而他坚定选择了 or。我不打算谈当天的具体情况。 Have you provided all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s in your possession to this committee, as we asked on July 15th, yes or no? I woul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That is a no. You're full of shit today. You're just being completely dishonest. Mr. Chairman, Mr. Chairman, I want to. Come on. We have to maintain decorum in this committee, no matter Have how you provided upset we any get. and all memos to this committee that we've asked you on July 15th? Have you provided all memorandums within the Secret Service? I woul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on that. Is a no. You are being dishonest or lying. You're being dishonest here with this committee. These are important question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ant answers to, and you're just dodging and talking around it in generalities. 会议最后呢，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民主党问责委员会主席拉斯金在内的15名议员共同要求齐特尔立即辞职。此时肖奇终于坦诚了一把，拒绝。我认为我仍是领导特勤局的最佳人选，但仅仅1天后，他又一改先前的强硬，奇迹般的辞职了。更诡异的是，在董王遇袭6天后，曾负责监管特勤局的议员杰克逊也不幸病逝，这又引发了新一轮阴谋论。面对连番闹剧，更多人则将目光投向他们背后那支神秘组织——美国特勤局。The president has been shot. Lee Oswald has been shot. There's the man with a gun. Oh my God. Oh my goodness. Oh God. And there was nothing you could do to go help those people. Thought the world was coming to an end.有道是吃他娘穿他娘，有事没事打2枪。对于擅长物理鞭策的美利坚，刺杀总统并不比星辰我哥视频罕见在长达200多年的国祚中，历经了46任总统，有11位遭到过刺杀，包括世祖林肯、勒宗肯尼迪在内的4人不幸驾崩，还有如代宗福特17天连遭2次刺杀的光辉事迹。而因枪法太差、凶手呆傻等被掐灭在萌芽里的刺王杀价更数不胜数。跟这一比蹲监狱的韩国总统都算安宁祥和的。但与之对应的是在立国前100多年呢，因为联邦与各州的权力之争，美国压根没有专门负责总统安保的场卫机关。既然如此，就只能苦一苦总统，骂名阎王爷来担了。直到1901年，时任总统麦金莱出席世界博览会时，被欢迎人群中的枪手捅了个透心凉。按说死个把总统不算啥，问题是他已经是第3位遇刺身亡的总统。更严重的是，此时恰逢美国超过戴英，跃居世界第1经济体，而世界博览会又是在纽约举办。世界盛会，万邦来朝，总统被刺，轻而易举。这词儿搁一块儿够上10回热搜。感觉面上无光的国会老爷这才力排众议，是时候了，必须搞个保护总统的场位。特勤局这活你来兼吧。对了保卫总统原本只是特勤局捎带手的兼职，人开始不是干这个的那他主业是啥呢？打击假钞。早在南北战争时期，为了募兵筹饷，时任总统林肯昭告天下，准许各州指定银行发行货币。只不过指定了1600多家银行，短短几年涌现了7000多种面貌各异的纸币、硬币、国库券。好消息是钱有了，坏消息是过于多了。
由于币种繁多且缺乏防伪，伪造极易，到1865年，美国市面上至少1/3都是假钞。无可奈何之下呢，财政部长只得起奏圣上，御笔朱批，这才成立特勤局，专职打假。当然了，总统亲卫呢也不是他的唯一兼职。FBI 成立前，他还兼着反情报的重任。之后，随着互联网兴起，特勤局职责进一步扩大，基本是违法走私我得管，金融犯罪我要查，网络调查打电诈，人口失踪帮找把。总之，东厂想管的我要管，东厂不想管的我更要管。所以你也可以叫他特别勤快局。听到这里，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那这群兼职厂卫干得咋样呢？答：除了没保护好的，其余都保护好了啊！当然了，这全得仰仗历代总统玩命付出啊。尤以勒宗肯尼迪最为功勋卓著。1963年，随着德克萨斯州的一声枪响，为特勤局送来了总统一律不准乘坐敞篷车的新规。时任局长罗利深感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刺客了，必须出重拳。随即对特勤局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如要求总统车队穿越市区必须加速，经过人群增派便衣，经过大楼提前搜查，总统贴身护卫则从28人猛增到50人，甚至斥资100万将调查追踪威胁事件的人力增加了10倍。同时，罗利局长还提出将特勤局预算从800万猛增到1200万。什么？没钱？总统先生，你也不想成为下个脑洞大开的人选吧？经常刺杀总统的都知道啊，这招确有成效。当1975年福特总统在旧金山遇刺时，刺客潜入到距福特12米的位置开枪。危急时刻呢，人群里的便衣冒着生命危险扑倒刺客，同时总统贴身警卫立即上下其手，立刻准备将总统塞进防弹车。1、2、3，走你！然后这群慌到眼冒金星的特工就看到了震惊的一幕，总统座驾还没来得及开车门呢，这就是著名的福特牌工程锤。此后，特勤局要求总统专车待命期间必须保持开门状态。1981年3月，当美林总里根在保镖簇拥下从希尔顿酒店离开，准备前往距出口9米外的总统专车时，突然藏在人群里的枪手约翰辛克利对里根连开6枪。千钧一发之际，贴身特工杰瑞帕尔一把将里根怼进没关门的防弹轿车，另一名特工麦卡锡则飞身帮助里根挡下致命子弹。最后呢，虽然里根中了最后一枪，但只伤到肺部。众所周知刺杀越多，保护越严密，保护越严密，刺杀越少，所以刺杀越多，刺杀越少。在各路豪杰的精耕细作下，特勤局除了制度不断进步外，保护范围也进一步扩大。1968年，美勒宗的胞弟罗伯特·肯尼迪参选总统遇刺，正副总统候选人呢也加入保护套餐。之后拓展到前总统及至亲、正副总统当选人、政府要员、来访外国首脑，甚至是白宫及周围的副总统官邸、财政部大楼以及正副总统私宅等等。同一时间，特勤局也逐渐从300多人的小机构壮大到超6000人，特殊地位给了这群大内侍卫无上的权力。根据国会法案FBI、CIA 甚至国税局均不能轻易插手特勤局工作，而特勤局执行任务时可以要求当地军警部门无条件配合。另外呢，情报分析特工还负责评估总统的潜在风险。当有人发布对总统造成伤害的帖子，即使是开玩笑，特工也有权把此人的祖宗8辈插个底儿掉。这群西装暴徒还能根据临场判断，在任何地方采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无需逮捕令即可逮捕可能威胁总统安全的人，甚至是征用飞机或叫停火车，只要一句话：为了总统安全。经过不断进化，特勤局基本是手持尚方宝剑，执掌范围无限，能获最高职权，坐拥一切方便，真正成了先斩后奏、皇权特许的超级部门。然而这个部门很快便爽翻了。2012年4月美墨宗奥关海准备前往哥伦比亚出席美洲峰会，特勤局呢提前派遣了足足175名特工奔赴当地布置安保。然后您猜怎么着？在总统到达前一晚，12名特工忙里偷闲，光顾了当地夜总会，一边畅饮威士忌，一边欣赏钢管舞，一通花天酒地后，带着精心挑选的床伴返回酒店彻夜狂欢，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按说呀，这倒没啥，因为在哥伦比亚完全合法。但问题是，第二天奥巴马也将下榻该酒店，而此时大批白宫官员和记者都已入住，原本严格安检的酒店却让这些特殊人士深更半夜长驱直入。当然了，这也问题不大，没人发现不就好了？但第二天一早啊，其中一位特工居然提上裤子不认账，想白嫖。这起嫖资纠纷最终引来了警察，对这群活爹无计可施的当地警察迅速致电美国大使馆，后者呢则直接通知了特勤局总部。更让人颜面无光的是，嫖妓12人组中有2人还是主管，其他3人呢是总统贴身反袭击组成员。随后涉事人员立即被解职回国，图啥？图160吗？为了挽回声誉，华盛顿的议员老爷们立即表态，不排除这名妓女是俄罗斯间谍或受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掌控，刻意破坏我国形象。这是处心积虑的勾引呐，这是深谋远虑的毒计呀，必须严查。好消息是，不用查了。面对送上门的热门，各路记者奋勇争先。西雅图电视台专门搞了个爆料栏目，发现去年奥巴马访问萨尔瓦多时呢，特勤局特工曾组队到当地脱衣舞俱乐部买春。而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嘉宾介绍，曾有多名特勤局特工向他吹嘘，他们一直这么干。别急，还有高手呢。紧接着，美国国防部也站出来道歉，本次特别嫖妓行动，至少10名的军方士兵也参与了。华盛顿邮报还发现呢，在嫖妓门前一周呢，先遣队的另一名特工早就在酒店房间与一妙龄女郎互动过了。特勤局掌握了证据，但并未处理。几天后，那位被白嫖的哥伦比亚小姐苏亚雷斯更是被请到当地电视台，绘声绘色将各种细节全盘公开。比如，当她来到那位抠门特工亨廷顿的房间时，此人喝得烂醉，房间大门大敞着，文件丢了满地，此时盗走任何东西都轻而易举。在各路花边的加持下，特勤局招妓门愈演愈烈，成功超越贸易经济，荣获当年美洲峰会的最热焦点。为了一雪前耻啊，特勤局紧急修订了员工行为守则，新增工作前10个小时禁止饮酒，禁止带外国人回酒店，特工不得出入声誉不佳场所等条款，甚至组织了100多名特工进行道德训练。至于效果嘛，2014年奥巴马前往荷兰参加 G7 峰会，阿姆斯特丹负责安保的3名特工又是在前一天晚彻夜外出痛饮，其中1人喝得倒在酒店走廊不省人事，完美演绎了什么叫我是一名特工，有事儿第一个冲，酒精战斗必备，裤带比较疏松。2015年，又是2名奥巴马贴身特工在参加完同事的退休 party 后，马不停蹄赶到酒吧，畅饮了8杯威士忌、2杯伏特加、3杯啤酒，直至深夜醉醺醺驱车返回白宫。此时啊，值班同事正在检查一逃逸司机留下的可疑包裹，为了不跌份啊，这俩大爷索性驱车硬闯，然后一头撞上了路障，再次闹得满城风雨。后来坊间有诗一首，平生忠贞为国，只能暗处潜躲，忽地抛开规章，这里扯断枷锁。咦，夜更床上温柔来，今日方知我是我。除了喝酒嫖妓群魔乱舞外呢，号称铁桶一般的特勤局安保也开始值班1分钟摸鱼60秒。2011年11月深夜，一枪手朝白宫甩了一梭子，但值班特工误以为是附近黑帮火并，简单巡逻后压根没当回事。等到白宫管家在奥巴马小女儿的卧室附近发现破损玻璃和地上的玻璃渣，特勤局这才意识到，哎呀妈呀，枪真打到白宫来了。而此时距枪击案已过去5天了，随后特勤局宣布紧急安装额外的监控摄像头，确保安全。2014年，奥巴马在访问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后，该中心的私人安保公司警卫强行与奥巴马同乘电梯下楼，期间呢，不顾特工阻止，用手机拍照。当奥巴马走出电梯后，特工立即扣下安保问话，一查才发现这人呢曾3次因伤人入狱，前科累累呀。随后当地安保主管赶到配合调查，更震惊的事儿发生了，主管勒令此人交出随身配枪。是的，直到此时，训练有素的特工们才知道这人带枪了。2014年911事件当天，一男子翻越围栏闯入白宫草坪，
8天后，又以一战老兵持刀翻过围栏，长驱直入，直到进到白宫北侧前厅才被制服，导致工作人员被紧急疏散。特工还在的车里发现了800发子弹、1把砍刀和2把斧头。好嘛，这是踩点来了，你知道？之后白宫紧急加筑了第2道围栏。2017年的一个午夜，另一携带可疑包裹的人士翻过白宫围栏，在白宫庭院溜达了17分钟才被逮捕。耗资数百万的传感器、巡逻警犬和特工全部失灵，而此时特朗普就在白宫。类似事件数不胜数。2021年，副总统哈里斯被特勤局特工带到有危险爆炸物的位置，待了90分钟，浑然不觉。2023年5月，受特勤局的全天保护的安全顾问沙利文家中被一名男子闯入，直到沙利文将其劝离后，才来到屋外提醒保护他的特工注意安全。2024年4月，负责保护哈里斯的一名女特工在执行任务期间与其他几名特工打成一片，随即被制服。经过医疗评估，发现此人有精神问题。此处我有一联，上联上下通天，1级特权，2肋插刀，340式，4面漏风。下联左右齐手，1等护卫，2杯小酒，3更半夜4处留情。其实特勤局之所以沦落到如此，除了权势滔天后的自我散漫，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钱。$早在2015年的国会调查报告中指出，由于经费短缺、人员不足，特勤局特工平均每年只接受25分钟的培训。董王荣登大宝后，特勤局的工作强度更是空前，足足42人需要全方位保护，仅董王家族就18人。另外呢，董王出行还格外频繁，就职后曾7次返回佛州的海湖庄园，5次前往新泽西的高尔夫球场。为了给总统打球时提供保护，特勤局1年仅租用高尔夫球车费用就高达$6万。董王的大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为家族生意常年奔波国外，大女儿伊万卡喜欢四处滑雪，小女儿蒂凡尼日常出国都需要特勤局保护。早在2017年9月，特勤局传出因无力支付1100名员工加班费，要求国会额外追加$6000万。但截至2022年，特勤局年度预算已经超过30亿美刀，总员工不过8000人，预算去哪儿了呢？别问嘛，问就是不知道。为了改善特勤局的窘状，拜登上位后谕旨赤峰开头那位齐特尔担任特勤局局长。其实，除了广为人知的百事可乐全球安保总监外，此前他曾在特勤局工作了20多年。2021年还被拜登授予总统级奖。齐特尔上位后，要求特勤局注重多样性和包容性，吸纳多元化人才。首要任务是2030年前实现特勤局30%以上为女性特工。这之后便有了董王遇刺时种种疑点。事发时他还给特朗普安排了3名贴身女保镖，比如这位拿董王当肉盾的狠人，而上个周围站满女保镖的首脑是坟头草3丈高的卡达佐。2024年7月23日，在接受国会质询1天后，第27任特勤局局长齐特尔宣布因特朗普遇刺案引咎辞职。谁能想到，曾经那个特工挺身飞扑保护总统，那个配合严密、不顾安危救下里根的特勤局，却在不断壮大后变得花天酒地、漏洞百出。2021年，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3届普利策奖得主卡罗尔·莱昂尼格出版了一本名为《零失败：特勤局的兴衰》的书籍，细致描述了特勤局的崛起与背后那些不为所知的故事。正如书中所说，曾经的美国特勤局是总统保护者，如今则是醉酒兄弟会成员。好了，本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